这天，狐狸猫4人在教室里聊天。狐狸猫问大家知不知道电解质为什么可以导电，因为他想不到答案，所以想听听大家的想法。他先看向黎黎，黎黎说上一堂课他们已经知道白醋、小苏打和食盐是电解质，但还不知道为什么它们可以导电。接着又望向麦麦，麦麦却是直摇头表示不知道。最后狐狸猫看着小树蛙，只见小树蛙很有自信地说，电解质是怎么帮助导电。可是有一段故事，其他3人好奇地催促小树蛙不要卖关子，赶紧说啊。小树蛙推了推眼镜，让3人听他娓娓道来。西元18、19世纪，由于伏打电池的发明，科学界进行着大量与电相关的研究。1807年，英国科学家戴维将当时被认为是元素的碳酸钾及碳酸钠分离出钾金属跟钠金属。4年后，瑞典科学家贝采利乌斯提出电化二元论，认为物质是由带不同电荷的粒子所组成。到了1833年，英国化学家法拉第提出了一套新的名词，包含电极以及离子，并用电解来统称整个反应过程。法拉第认为电解质的导电原理是透过外界通电，使得溶于水中的电解质分子因为电力的流通而分裂成阴离子与阳离子，所以当施加的电量越大，电解质分裂的越多，导电度也会越来越好。但是法拉第本人也不能完全理解离子的概念，直到瑞典科学家阿瑞尼士提出电离说，大家才对离子有了更清楚的了解。1881年，阿瑞尼士在研究电解质的导电性时，发现电解质的浓度影响着稀薄溶液的导电性。经过2年的实验，他提出导电度跟具有活性的离子以及非活性的分子有关。当溶液稀释时，由于水的作用，电解质的部分分子变成了离子，使得导电性增加。这样的假说彻底突破了法拉第的传统概念。1884年5月，阿瑞尼士进行论文的公开答辩。他认为电解质在水中会自动分解成带电的离子，带正电的叫做阳离子，带负电的叫阴离子。这些离子可以在水溶液中自由地移动，而且电解质水溶液必定呈现电中性。但是大部分的人仍然支持道尔顿所提出的原子说，认为原子是不可被分割的。既然不可分割，那又怎么会自动分解呢？又怎么会带电呢？而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的论文也就落得需要再次答辩的结果。听到这里，黎黎觉得阿瑞尼士的处境简直压力山大，麦麦也应和。意犹未尽的狐狸猫继续催促小树蛙往下讲。小树蛙喝了口茶，润润喉后，继续说阿瑞尼士是如何相信科学，并发挥坚持到底的精神，最终突破困境，拿到诺贝尔奖的事迹。虽然阿瑞尼士的理论在当时还不被众人所接受，但是他懂得寻找同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寄给欧洲的科学家们，出乎预料地收到许多的肯定。德国的奥士华教授是研究酸碱的专家，因为在他还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都是酸性物质，却会拥有不同的酸性强度，而电离说所提到的观点正好能解释酸碱的强弱。电离说也帮助了荷兰的凡特和夫教授，为他解释了为什么电解质水溶液的渗透压实际的数据比理论上的超出那么多。随着电离说将越来越多的实验结果补充得更为完整，逐渐获得大家的认同。1887年，阿瑞尼士引用了更精确的实验结果，并以解离的概念取代了原先提出的活性，透过全面且系统性的解释与论证，让解离说从原先的科学假说变成精密的学说。后来1897年，英国化学家汤姆森发现电子后，原子说被推翻，
而解离说也逐渐被世人所接受。最后，阿瑞尼士于1903年获得科学界的至高荣誉——诺贝尔化学奖，成为瑞典第一位获得此殊荣的科学家。听完阿瑞尼士的故事后，里里感叹没有一件事是轻松的。麦麦也说很难想象当时的阿瑞尼士究竟是承受多大的压力。狐狸猫则是佩服阿瑞尼士的精神，虽然他提出的理论在当时与法拉第的理论不相符，甚至直接与原子说抵触，但阿瑞尼士仍然相信科学，相信实验结果，并努力不懈。这样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小树蛙总结大家的想法，表示要好好珍惜这些前辈的成果，于是邀大家一起来统整阿瑞尼士的电离说重点。各位同学，我们来一起整理关于整个电解质解离相关研究的科学史吧。依照时间顺序整理，如画面显示，其中阿瑞尼士所提出的电离说包含：一、电解质在水中会解离成带电的离子；二、电解质水溶液必为电中性；三、离子在水溶液中可以自由移动。希望各位同学都收获满满。最后再透过2个问题复习今天学到的内容。那我们下次再见啦。